夫君在江南赈灾时失踪，据说沉了船，尸骨无存。随着他失踪的还有10几万两赈灾银，皇上震怒，要萧家填补失踪的赈灾银两，才能保住萧家满门性命。外面有一个女子抱着孩子跪在门外，说是侯爷的外室，那孩子是侯爷的骨肉。我与萧回安成亲数年，一直没有孩子。若这孩子是他的骨肉，估计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血脉。妾身真娘拜见主母。夫君这次下江南，便是为了接妾身和孩子进京，说要让孩子认祖归宗。如今夫君已死，妾不求别的，只求夫人把孩子留下。这是侯爷的骨肉。蕊儿，快叫母亲。简直与萧怀安如出一辙。这是怀安的孩子，我的好孙儿啊，给祖母好好看看。我的心肝儿，你是我的安儿留在世上唯一的骨肉啊！真是萧老人。原以为侯爷对夫人一心一意，夫妻恩爱，如今看见这跪在面前的母子，才知道侯爷早瞒着夫人有了外室。你看这孩子的年纪，怕是刚与夫人成婚，便在外有了私生子。这是你夫君唯一的血脉了，难道你不让他认祖归宗？你不能生养，你想让我们萧家绝后吗？你们苏家是怎么教姑娘的？什么叫主母之风？什么叫贤良淑德？你可知道？萧家如今自身难保，萧怀安死而获罪，你仍要进府吗？我答应侯爷，生死相依，妾身不怕死。好，安排他们进府，住在清河院。碧儿，那孩子刚进门，看着糕点，两眼放光，想是饿坏了。夫人就是心软，他们母子……好啦，到底是侯爷的骨肉，你把这些送去清河院吧。夫人，去吧。真娘，这几年委屈你们母子了。苏菲是苏家嫡女，进门几年都没有生养，我早就想让怀安休了她。母亲说的是，怀安也是没办法，苏家父兄得势，他不敢轻易休妻。怀安这次假死，一是可以逼苏府把嫁妆拿出来填了那赈灾银子，二是等事情了结，我便将他赶回苏家。届时夫君官复原职，我便是名正言顺的侯夫人。瑞儿也是嫡子出身了，夫君这计策真是一箭双雕。到时候那10几万两雪花银都是我们的，以后啊，我只看着儿孙绕膝了。都是母亲和夫君为真娘考虑的周到，真娘以后一定尽心照顾母亲。萧怀安居然是假死，他为了让这对母子进府，为了吞变我的嫁妆，竟设下如此狠毒的毒计。好一个萧怀安，好狠毒的计策！你们既想吃绝户，那就别怪我掀了这桌子。圣旨到！定远侯萧怀安携赈灾银身亡，疑点诸多，令萧家10日内赔付赈灾银15万两，否则抄家下诏狱。钦此。我的儿子死的冤枉啊！我们萧家一直是清白人家，哪里会有10几万两银子啊？这是要逼死我们萧家呀！
一定是有人害夫君。母亲，我还有些珠宝首饰，一并卖了换成银子。真娘的一切都是侯府的。好孩子，淮安就算泉下有知，也会安慰的。你居然如此贤良，是我儿的福气。但是瑞儿还小，处处都要用银子。你的首饰先留着应急，母亲来想法子，大不了开了我的私库，将我的提己银子和棺材本全拿出来。母亲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们好好的，也好让淮安瞑目啊！福儿，你也知道母亲出身贫苦人家，这些年存下的银子都是淮安孝敬我的，银钱不多，你到时候派人来搬就是了。各位街坊做个见证，如今老夫人的私库里还有银子3000两，首饰和奇珍异宝加起来5000两。按老夫人的话，全抬去典当行变卖。老夫人还说了，她背着身后事的那副官墙也可卖2000两，一并拿出去卖了，填补亏空。不会吧？老夫人连棺材本都拿出来卖了，这侯夫人也太冷血了。这侯夫人可是苏家嫡女，当年苏家将军给了半府深僧的嫁妆做嫁妆，几10万两雪花银啊，怎么一言不发？靖远侯宠妻如命，娶了苏家嫡女，一纸未生育也不纳妾，没成想人一死，夫人只顾自保，让人心寒。福儿，淮安生前对你百般宠爱，如今有事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你的嫁妆虽然是你的，可你嫁进萧家就是萧家的人，你打算袖手旁观吗？你对得起淮安吗？你们太过分了，什么都不知道就怪我家夫人。还有那个真娘，雅星星拿2件破首饰就是钱粮了。这些年我们小姐贴补了多少嫁妆进侯府，老夫人怎么一个字不说？母亲，都是媳妇的不是，只是刚收到夫君的死讯，我几夜未合眼，今日夫君的外室又抱着孩子上门，媳妇心神俱裂，又被圣旨一下，所以才没反应过来。虽然夫君瞒着我在外面一直养着外室，连孩子都3、4岁了。不会吧？靖远侯有了外室，孩子都3、4岁了，那岂不是刚成婚就养了外室？但是这都是我命苦，是我不懂得体谅。还有，夫君专门在赈灾的时候急着去接他们母子，这才翻了船啊！这外室长得果然一副狐媚样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天啊，侯爷居然是为了接外室母子走水路才翻船的，这是遭了报应吧？虽然夫君做了这么多对不起我的事，但我已叫碧儿拿了嫁妆册子清点。我本想着全变卖后填补了亏空，再告诉母亲，没想到母亲开口便称赞真娘贤良，说媳妇薄情。难道我嫁进侯府，对母亲侍奉这么些年，还不如一个只进府1天的外室？还是母亲早与真娘认识，所以早已厌弃了福儿？夫人，都是真娘的不是，母亲只是看真娘可怜罢了。你可怜？难道我家夫人为侯府操持这些年，就是理所应当吗？别说了，去清点我的嫁妆，否则来不及了。对，马上清点嫁妆，福儿的嫁妆拿出来便足够了，到时候你便是萧家的大恩人。谁稀罕做他们萧家的大恩人？这般算计我，我恨不得吃他们的肉，喝他们的血。当心点儿，这可是前朝的尿壶，值几两银子呢。苏菲，你库房里那些金银珠宝、古董字画怎么不拿出来？你拿这些不值钱的破烂变卖有什么用？这几天才凑了几千两银子。母亲，这些是我爹娘辛苦为我备的嫁妆，我实在舍不得。能不能母亲的嫁妆也变卖一些？什么？你这不孝的毒妇，居然敢打我嫁妆的主意！老天子不打个雷下来劈死你！明日我就叫管事和账房过来帮你清点，把你库房里的宝贝全卖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生是萧家的人，死是萧家的鬼，你的钱全都是萧家的。夫人，
奴婢已经和老爷夫人通好气了，老爷说您尽管放心，等您死后，他们自会为府献个体头。好，万事俱备，就等明日那老毒妇上钩了。给我搬！把这库房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抬到我的院子里去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夫人的私产，你们这是明抢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滚开！什么私产？进了我们萧家的门，连他的人都是我们萧家的。朕娘，你看，这些足够填亏空了，剩下的便收进我的私库，以后留着给我的好孙儿瑞儿娶媳妇儿。说，我女儿是怎么死的？老爷，是他们逼死的。他们让小姐拿嫁妆填亏空，帮侯爷养外室。今日天没亮就来抢小姐的嫁妆，小姐不堪受辱，服毒了。不是抢，是苏福自己愿意拿出来的，我们只是帮他清点。不是抢，不是你们辱骂小姐、欺负小姐，想怎么会服毒自己？侯爷一死入暗了门，还要叫小姐把嫁妆拿出来填补窟窿，你们太不要脸了！那你们小姐一直没有生养，难不成还不许我儿找人生孩子？她嫉妒便是她不贤，这有什么错？我打死你这个老毒妇，害死我女儿，还敢污蔑她说她不贤！你陷惠！你当年年轻时是怎么逼死老侯爷妾室的？你怎么不给老侯爷纳妾？去，把小姐的嫁妆全部抬走！不能走！他生是萧家人，死是萧家鬼，嫁妆你们不能拿走！请大家评评理啊！我家小姐被婆母逼死，他们还要吞她的嫁妆。小姐临死前说了，就算是死，也要与侯爷和离，不再做萧家妇。签，给我签下放弃书！你代表萧家签了这份放弃书，否则我便去官府告你们萧家侵吞儿媳嫁妆，逼死良家妇，到时候论罪当死。我女儿活活被你们萧家逼死，你还敢拦着我们接女儿回家？签下它，从此我女儿就是死，也不再是你们萧家人。我的儿啊，我的儿啊！你就是被萧家人活活逼死的！萧家人好狠的心，为了你的嫁妆，居然这样逼你啊！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要吓死母亲了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不这么做，怎能光明正大拿回所有嫁妆，还彻底脱离那个魔窟？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，果真胆识过人。爹爹已安排好出城的马车，今夜便安排你离开。3天后，我们苏府会为你大办出殡，到时候京城里就再无苏府这个人了。爹娘，你们多保重。我倒要看看。皇上到时候发现萧怀安不死，会如何震怒？欺君之罪，这下萧家死定了！我的福儿啊，你死得好惨啊！
靖远侯，那不是靖远侯吗？靖远侯没死。靖远侯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特意等天黑进城，怎么撞上了福儿的出葬队伍？好你个萧怀安，你居然敢装死！岳父大人，我是侥幸逃生。你这狼心狗肺之辈，假死逃罪，却让你母亲逼死我的女儿！萧怀安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皇上明鉴，微臣从未贪墨银两，微臣拼死保下了赈灾的银子，如今就放在萧家城外的庄子上，请皇上明察。你说未贪墨，为何拿着银子在庄子上住着不回京？你到底图谋什么？你的夫人为了给你填亏空，被逼得服毒自尽，你却躲在庄子里逍遥。臣落水受了寒，在庄子上一直昏迷，刚苏醒便赶进京了。皇上，此事是真是假？派人去查看那批银子便知。来人，去萧家庄子把银子给朕搬上殿来。大胆萧怀安，你敢欺君，满口胡言！朕令你3日之内将所缺银两悉数交出，否则萧家等着抄家灭族吧！皇上查明萧怀安欺君，藏在庄子的赈灾银少了一半，限萧家3日内补齐10万两亏空，否则抄家灭族。那该死的苏福，若不是他阴魂不散，我儿怎么会被人发现？计划怎么会落空？别哭了，你将所有银子都拿出来，如今还缺着整整10万两。萧郎，怎么会这样？那银子在你院子里放了1晚才搬上船，我还没问你为何会少了一半。我一个弱女子如何知道？难道萧郎还怀疑是我偷拿了银子不成？你疯了！朕要怀着你的孩子，怎会偷自家的银子？我为你生儿育女，你就是这样看我的？靖远侯萧怀安倾家荡产补齐亏空，但欺君之罪难逃。即日起弑夺封号，抄没家产，流放岭南。钦此。侯爷，妾身怀有身孕，受不了3千里奔波，我和瑞儿留在京城等你好不好？你一个妓子出身的贱婢，装什么千金大小姐？大难临头想各自飞？皇上派萧家流放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小姐，这江南的水土真养人，咱们如今的日子可比在那个乌烟瘴气的侯府快活多了。我现在叫顾娘子，别叫差了。顾娘子在医术上天赋异禀，如今可是咱们镇上有名的女医了。都是师傅教导有方。顾娘子真是菩萨心肠，医术又高明。是啊是啊，多亏了您，我娘的病才能好。大夫，快救救我家娘子，她难产了！萧怀安，他居然没死，还被流放到了江南。带路。哪个女人不会生孩子？娇气什么？产妇没力气了，有钱的话买些参片含着，否则1尸2命。我没钱啊！买什么参片？当初在京城，他连累我们被抄家流放，现在生个孩子还要败家，哪个女人不会生孩子？还要含参片？家里哪有铜板？用力，深呼吸。
恭喜，是个男孩。我有儿子了。长得不像中原人，头发怎么是卷的？这孩子怎么长得像个胡人？姚真娘，贱人，你敢骗我？这长相是不是你那个有西域血统的表哥的？我在京城的时候，你们是不是早就搞上了？难怪是银怪出阴侧谋偷走的，对不对？小狼不是的，那日表哥将我灌醉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红杏出墙，难怪那日赈灾银少了一半。船上少的赈灾银是不是你们里应外合偷走的？是，他和我私定终身，是他骗我。他说运走银子去西域经商，发了财就回来接我。我不知道他会扔下我跑了，我也是没有办法了。小狼，你这毒妇，害我倾家荡产，满门流放！你竟敢！我算计一切，连发妻都逼死了，到头来赈灾银被外室的奸夫偷了！啊！我的儿啊！你这贱人害惨了萧家！小真娘！顾娘子还愣着做什么？救人！你是医者，眼前只有病人，医者仁心，救人要紧呐！我的儿啊！你们这群天杀的，对我儿做了什么？是你这个蒙着脸的丧门星，一来我家就没好事儿，现在还想害死我儿子！夫人小心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下人有什么资格碰我？我是侯爷的娘！真娘，那个贱人，我的银子，孩子也不是我的。儿啊，我的儿，你醒了！都怪那个贱人，千刀万剐的姚真娘！坑道错意！娘，刚才那个医女，你有没有觉得她的眼睛像不像福儿？福儿，你没死，你真的没死！这位郎君，你认错人了，我夫家姓顾，请叫我顾娘子。不可能，你就是苏福，化成灰我也认得你，你是我的夫人，我是萧怀安，你的夫君啊！萧怀安，可是那位靖远侯，当初你母亲逼死侯夫人，亲手签下放妻书，如今怎么抓着我的徒儿纠缠不休？莫不是如今穷困潦倒，便想来吃绝户？来人，给我打出去！苏福，如果当初你把嫁妆拿出来，萧家怎么会被流放？真的假的？顾娘子居然是定远侯的夫人，她不是已经去世了吗？放弃书不是我签的，我不认，你就是我的夫人。这位娘子，女子出嫁从夫，既然你夫君找到你，你还是跟他回家去吧，在外面抛头露面，成何体统？吴县令，你身为父母官，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强抢民女吗？林大夫，我敬你是个老大夫，但这位娘子不是你能护住的。如今人家正主找上门，你还是少管闲事为妙。福儿，跟我回去，我一定好好对你。你不喜欢真娘，我马上把真娘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休了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放肆！我已有明媒正娶的夫君，为何跟你走？夫人，我从未敢娶你，我便告到衙门，告他夺人妻室，要他流放千里。来人，将这位娘子带走。是。你们敢！我看谁敢动他！
吴县令好大的威风，居然在我的家里威胁我的夫人。若我今日不在，我的夫人岂不是要被你们当众欺辱？吴县令就是这么做父母官的，还是说这个流放的罪臣萧怀安用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收买了你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和县令大人说话？这苏福是我明媒正娶的娘子，她假死做了陶妻，如今我来捉拿陶妻，与你何干？你说她是你夫人？放屁！吴大人，快把这个男人抓起来，他对您大不敬，蔑视公堂。方七叔还来纠缠，一个流放犯架子都不行。你这奸夫，光天化日之下夺人妻子，毫无廉耻！吴大人，此人目无法纪，快将他打入大牢！看来必须由我来结束这场闹剧。萧怀安为填补亏空，设下假死骗局，欲图谋我苏家嫁妆，其母更是逼我致死，以为能人死债消。幸得我娘家搭救，才有了这份放妻书，让我得以脱离萧家，重获自由。我苏福早已不是他萧家妇，而是自由民，如今更是顾家妻。他萧怀安有何资格在此叫嚣？假的，这一定是伪造的！吴大人，别信他的，只要你帮我把他抢回来，他那些富可敌国的嫁妆，自有你的份儿。还有真娘那个女人，都归你。一派胡言！这放妻书来路不明，定是伪造。萧怀安乃朝廷钦定的罪臣，其自当随夫流放。来人，给本官把这不守妇道的女人拿下，交还给萧怀安。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本王的人你也敢动？下官无有德，不知景王殿下驾临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！景王，顾远舟是景王，怎么可能？苏福这个女人，她怎么可能攀上王爷？殿下明鉴啊！下官是被这个刁民蒙蔽了，是他花言巧语，说王妃娘娘是他的陶妻，还许诺下官，只要帮他抢回人，便将他那美貌的外室送于下官。下官一时鬼迷心窍，绝无冒犯王妃娘娘之意啊！求殿下饶命！景王妃，苏福，我当你是寻了什么好去处，原来是攀上了王爷的高枝。你好手段，真是好手段啊！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曾经的靖远侯夫人，一个水性杨花、不守妇道的贱人。我萧家遭难，她便与人私通，假死脱身，如今更是勾搭上了王爷。可是方才这位娘子拿出的放妻书，可是有官印在上，这总不能作假吧？什么放妻书？那是我母亲被你们苏家逼迫所签，我从未承认过。我没认，你苏福就永远是我萧怀安的妻。你如今跟着别的男人，就是通奸，就是不知廉耻。你闭嘴！这可是景王妃亲自拿出的放妻书，岂能有假？你胡说！大人，他们一定是骗你的。王爷怎么可能娶一个嫁过人的妇人？王爷？就算你是王爷又如何？他苏福是我明媒正娶的妻，你这是强夺臣妻，罔顾人伦！
强夺臣妻，你也配称臣？去县衙，将靖远侯府与苏家的放弃书、官印存档取来。放弃书，他以为只要他死不承认，就能让他百口莫辩。念给他们听，特别是那几条，念清楚些。是。自有萧门苏氏妇德有亏，悍度无出。今萧家遭难，苏氏不思扶持，反卷财自尽，不孝不义。其母苏夫人带女求去，我萧门宗父赵氏带子萧怀安立此放妻书，从此一别两宽，男婚女嫁永无干涉。父后无凭，据此为证。官印是真的，真是放妻书，还是萧家自己写的，说人家悍度无出。自己把人赶走的，现在看人家成了王妃，又想赖上来，真是不要脸。这是你死吧？你胡言乱语！我何时说过你休要血口喷人？我们说好了，事成之后，我便将真娘送与你做妾。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，把罪责全推给我一个人？来人，将吴县令与萧怀安一并拿下，好好审审，他们还勾结在一起干了什么龌龊事。是。王爷饶命啊！阿福，阿福！王爷，您要为我们孤儿寡母做主啊！您被这个妖妇骗了，她就是个灾星。自从她嫁入我们萧家，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她克死了我儿，还害得我们家破人亡。这个女人心肠比蛇蝎还毒。王爷，您是青天大老爷，您可要看清楚，不能被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蒙蔽了双眼啊！苏父，王爷，若是不给我们母子一个公道，我今天就和这个的女人同归于尽！我杀了你这个女人，都是你害了我们萧家！凭什么他能脱离苦海攀上高枝，我却要落得如此下场？吴大人，你不是答应我，只要我把真娘送你做妾，你就帮我把苏府抢回来吗？现在靖王殿下在此，你怎么不动手了？你怕什么？你不是说在这江南地界，你就是天吗？什么？用一个女人换另一个？那个真娘不是还给他生了孩子吗？连自己的女人都能拿来做交易。这个吴县令也不是好东西，居然答应这种龌龊事。将萧怀安、萧氏、吴县令一并拿下。是。别怕，都处理好了，往后没人敢来扰你。谢谢。顾家。小姐，你猜怎么着？那真娘跑了。我听巷口卖针线的张嫂子说，萧回安被关进县衙那天，医馆门前说的话传得满干街都在议论。萧婆安说要把真娘送给吴县令做妾，这话刚巧被真娘听见了。听说她当时正端着洗衣盆出来倒水，整个人都傻了。吴县令比她整整大了30岁啊！后来呢？后来，当夜他就跑了。张嫂子说，
后半夜看见真娘背着个大包袱，一手牵着瑞儿，怀里还抱着个小的，悄悄往渡口去了。那萧回安回来，怕是要气疯。儿啊，我的儿啊！这娘这贱坯子，大白天门都不知道关。我的玉镯，我的传家玉坠啊！没良心的女人啊，白眼狼，卷钱跑路啊！我们的家底全被掏空了。真娘，她竟敢！我们萧家待她不薄，她居然卷钱跑路！我的儿啊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哎，别嚎了！你们家的那个小娘子昨晚就把租约退了，定金也拿走了，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！这院子我们要收回了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人话，今天就得搬出去。儿啊，我们没地方住了，我们娘儿俩要露宿街头了。萧淮安，可算找着你了。上个月你娘子难产，借了5两银子买参片，说好1个月还。现在利滚利，本息一共100两，拿钱吧。我如今手头不便，可否宽限几日？宽限？给你半个月时间，100两，1分不能少。到时候还不上，就拿你自己抵债。100两啊！我们现在连1两都拿不出来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娘放心，儿子自幼饱读诗书，写几幅字画，凑100两并非难题。老板，此乃我精心临摹，在京中笔法虚浮，气韵全无，连我们镇上书院的学童都不如，也好意思拿来卖，还想卖180两，穷疯了吧？这字花哨无骨，怕是哪个不学无术的公子科瞎写的，中看不中用，当擦桌布都嫌硬。笨手笨脚的，滚滚滚！工钱1文都没有，明天别再来了。管事的，求您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半个月到了，钱呢？只凑了50两。 50两，当我们是要饭的？求各位再宽限几日，我一定能凑齐，求你们高抬贵手。没钱还？简单，签了卖身契，去盐场做苦力抵债。不，我是朝廷命官，我是靖远侯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。这个老的还有把子力气，送去镇上王记洗衣房抵债。如果当初没有贪心，何至于此？真是个晦气东西！回去城外乱葬岗，随便找个坑扔了。是，管事。哎，听说了吗？盐场那边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那个欠了高利贷被押去干苦力的叫什么安的，昨儿个遇上台风，被山上滚下来的巨石给砸成了肉泥。哎呦，真惨！这还不算完，听说盐场的人嫌晦气，直接过覆草型一裹，把尸首扔去城外乱葬岗喂野狗了。我的儿！夫人，外面传来消息说，那个萧平安死了。
是吗？知道了。阿福，在聊什么？只是听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罢了。走吧，今天医馆义诊还有许多事情要忙。这种小事，以后无需再来告诉我。是，夫人。